啊，就连欧洲第一的德国队都打不过日本了吗？那岂不得吃个法餐庆祝一下？等一下，你这个流量蹭的也太勉强了。像我这种非常会选餐厅的人，隔三差五不来当一下大冤种，我都浑身难受。我其实一直没搞懂，就是为什么好吃的法餐它都在日本和英国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日系法餐店，但是为什么说它日系啊？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。感觉这是一种很新的料理，结合了法餐吃不饱、日料还很贵的两个特点。虽然很冤，但谁叫我买了日本队呢？嘿，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麻布十番，是我觉得在东京最小资的一个地方。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买套房。进店之后，感觉这家店是懂那个暧昧氛围的。这是我们的呆滞77。今天的第一个菜就很冤，虽然是前菜，但是炸汤圆。不过它里面包的是煎鱼，好日啊！然后是一碗热的冒烟的河豚汤。你们说法国人吃过河豚吗？喝起来像乌骨鸡汤。我很喜欢那股很浓的药膳味，它又鲜又养生。下一个前菜是高脚杯里装的蟹肉，感觉这个好像有点东西，虽然不够塞牙缝，但它在蟹肉里面居然加了苹果，再点缀了一点海胆和鱼子酱，日料的奢侈上来了。下一个菜摆盘虽然好看，但当我夹起来一筷子豆苗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 CPU 啊无鱼。好在这个鱼肉比较嫩，一点淡淡的葱香，蘸上一点旁边的奶香微甜的酱汁，我更饿了。法餐的前菜真的就只是为了让你开胃。我们已经吃了1个半小时了，还在吃前菜。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前菜了，面包配虾头汤。我发现法国人特别爱吃这个菜。这个主菜端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一个眼流花都包起了。第一个主菜是惠灵顿鱼排，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。把它切开以后，酥皮鱼肉和菜的痕迹面看上去很有层次感。它这个酥皮单吃起来就很像烤好的小饼干，一整块下去又能嚼到鱼肉的鲜味感，还有面包的油香和蔬菜的清香。我懂了，它这个非常的日法混血，再配上一点黑松露，还是很有法国的感觉，好香啊！下一个主菜是烤芒果和牛排，这又是什么新奇的组合？感觉吃那么多前菜就是在为了等这个菜。但你抛开之后才发现，它是芒果和千层土豆，每一层的里面还夹着芝士，最上面那层特别酥脆，味道有一点点淡淡的果甜，但是土豆的淀粉味更突出，就像吃了一口牛奶果味的土豆泥。它的牛肉好好切开哦。这一块蘸了红酒巧克力酱的牛排，就是纯正的法国味道。牛排的口感很嫩，咸甜的味道会越嚼越香。但我觉得其实换成鹿肉会更加的法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主食，这个菜也是他们家的特色招牌菜，鱼肉饭。盖子打开的一瞬间，不喜欢吃葱的应该会很沉默，因为它用的是鱼腹肉，所以很肥，肥到它那个饭里面都是鱼脂的香味。特别是把米饭拌匀之后，你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长地香里面的鱼肉的香味，好吃啊！这个菜真的是专业疯了，特别的日本。吃最后的甜品又像回到了法国，虽然不是很正式，只有1个甜品，但它的颜值和味道都还是很厉害。其实1个甜品做好就够了，3个半小时吃了又像没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足球反着买，别墅靠大海，怎么样？